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私信中，他被一条消息吸引了。后天有一场座谈会，是个比较小众的音乐交流会，主办方认出他拍的是百凤山夜景，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邀请他去参加。点开宣传图片，在受邀名单里，他赫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嘴角微微勾起，心想也好，7年不见，真想看看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食指飞快地打着字，消息发送成功。对方显然没想到他会同意，激动不已的又弹过来好几条语音，只是他早已关了电脑，没看到。那几场偶然间的相遇依旧让他有些心有余悸，这几天就一直窝在家里创作，可脑海里不断回想起一段旋律，那是一首蓝忘机用古琴弹奏的曲子。大一那年，音乐学院参加比赛，他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决赛，却突然进入瓶颈期，写不出满意的曲谱，把自己关在酒店好几天，不吃不喝不睡，越写越烦躁，曲谱也被扔了一地。直到听到敲门声，他不耐烦地去开门，看到那张俊秀非常的脸和那双浅色的双眸，微微有些惊讶。蓝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手机关机了？他走回房内翻找了半天，在沙发底下发现早就不知道关机了几天的手机，哦了一声，我还真忘了手机这事儿了。来人扫视一番满地狼藉的屋子，声音低磁而清冷，出去走走，也许会有灵感。啊，他原本想说明天就比赛了，但是看见那双浅色眼眸，烦躁不已的心突然就平静了下来，点了点头，也好，好几天没吃饭了，还真有点饿。蓝忘机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终是什么都没说。两个人随意选了家餐馆，魏无羡张口就要了份辣子鸡，服务员在点菜机上啪啪按键时，一声不行，打消了他想再点一份水煮鱼的欲望。最后蓝忘机只点了2份清粥几道素食小菜，看他下筷速度没有往常那般频繁，淡淡的说，明晚庆功宴是火锅。他眼睛一亮，真的？少年姿态优雅地端着羹匙，点了点头。我就说嘛，来成都不吃火锅，那岂不是亏大发了？对了，蓝湛，你又不是我们学院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怀桑要请客。吃完饭，蓝忘机和魏无羡起身回酒店。这场比赛和法学院没关系，所以对于他突然出现，魏无羡心中有些疑惑，但是跟着这个人走进他订的房间，看到放在桌子上的古琴，一个想法呼之欲出，便挑了挑眉，蓝湛，我还不知道你居然会弹琴。仔细看了看，不禁惊叹着，还是7弦古琴。那人嗯了一声，坐在琴前，指腹轻轻抚摸着琴身，状似随意地弹了几下。少年端坐在桌前，低垂着眼眸，细碎的额发挡住了那人眉宇间的清冷，阳光洒在身上，倒是衬托出一抹柔情。魏无羡不由得看呆了。一首娓娓动听的曲子悠扬而过，他拍了拍手，不断称赞叫好，磨着那人又弹奏了几遍。说来也怪，蓝忘机不仅没拒绝，还顺着他的要求反复弹奏着，在看向他时，眼神也温柔了几分。也不知道是饿了好几天的肚子突然得到了满足，还是这首悠扬的曲子给了他灵感，还是这个人难得流露出来的柔情感染了他。回房后，他谱出来一首颇有古风意境的曲子，反复修改几遍，十分满意的爬上床睡觉。那晚他梦到自己是一名江湖客，身穿玄衣，系着红色护袖，扎着一头高马尾，站在一棵茂密的古树下，听树下的人弹琴。那人一身云纹白衣，梳着中规中矩的发冠，额间佩戴一条云纹墨额，正襟危坐在草地上，低着头细细弹奏着曲子，清冷绝尘的气质不似这凡尘中的人。走近几步，那人似乎听到了他的脚步声，琴声未止，一双浅色眼眸望了过来，看清淡曲人的模样，心跳猛然漏了一拍，琴声随之戛然而止。他突然醒了过来，摸了摸额间细碎的汗珠，他才意识到梦中的人是蓝忘机。这张脸，这双眼眸，这人低磁的声音，这人身上淡淡的檀香味，彻底将他紧紧包围，逃不掉，避不开。他按着胸口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听着骚动不止的心跳声，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了。一如当年梦醒时，一身微汗，心跳剧烈加速，坐在钢琴前不知不觉弹奏了好几遍脑海中旋律，他也仿佛醉入梦境，身上细汗淋漓，
心跳怦然失控。看了眼时间，深呼吸一口气，他起身去冲了个凉水澡。掐算着时间出门，开车来到目的地。他按照邀请贴上的地址走进一栋别墅，报了名字，就被接待员领进宴会厅。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到处寒暄的主办人，一身藏青色西装，裤袋里还隐约露出了扇柄一角。几步走过去，他拍了一下那人的肩，特意拉长了尾音：“怀桑哥哥。”对方身子一僵，缓缓转过身，惊讶不已得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一把将他抱住，激动地说：“我靠，你回来了！宪哥，我就猜出来了，那个陈情是你。”他感到有些惊讶，抬手拍着聂怀桑的后背：“老子保密工作这么好，你怎么猜出来的？”聂怀桑抬手捶了他一拳：“我和你一个屋子睡了那么久，你谱出来的曲子，我闭眼睛都能弹出来，这曲风能骗得了谁？再说还有谁能大半夜去爬百凤山？我一看到那张夜景图就确定是你了。”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对方又捶了他一拳：“我还给你发语音了，你没听吗？你听了就知道，私信你的人是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”两个人互相捶来捶去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勾肩搭背的相谈甚欢，完全将其他宾客忘在了一边。两个人坐在角落里话当年，聂怀桑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到了蓝忘机身上：“宪哥，忘机哥现在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律师呢。”魏无羡避开了视线，看着远处一个穿旗袍的人，那位是谁？原本想转移话题，却没想到聂怀桑仿若未闻，继续问：“忘机哥知道你回来了吗？”魏无羡垂下眼眸，低着头，沉默了许久，才说：“不知道吧，没联系过。”哦，察觉到魏无羡有意回避关于蓝忘机的消息，几次三番的转移话题，聂怀桑也就十分知趣的聊起来当初他为什么匆匆出国，掏出来手机，边听边打开微信，给某人发过去一条消息：“聂怀桑，忘机哥，你猜陈情是谁？”屏幕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，几分钟后，对方才回了2个字：“是他。”聂怀桑挑了挑眉：“你果然知道了。”蓝忘机。聂怀桑，他现在在我家老宅，离你家很近哦。对方没再回。收起手机，聂怀桑搂着魏无羡走到花园里，心想：不回我，我就不信你能忍得住。两个人坐在石椅上，随后便有人送来一份果盘。聂怀桑一边吃葡萄一边说：“我就猜到你是家里有事，要不然不会这么突然就走了。”魏无羡点着头，剥开一根香蕉。自从听到那句忘机哥家就在我家对面后，他再也没说过话。聂怀桑掏出手机，又打开聊天窗口发过去一条消息：“聂怀桑，原来宪哥是不得已出国的。”对方秒回：“什么？